第1038章火种。萧炎目光紧紧地注视着手指间的3缕细小火焰，片刻后抬起头，对着船头的林燕歉意一笑，道：剩下的时间恐怕还是需要你来操控空间船，我这修炼的斗技还需要最后一步。闻言，林燕却是笑着点了点头，道：小事，你安心修炼便好，只要别出了什么意外事故。另外，距离虫洞尽头应该还有10天左右的路程，在出去之前你得苏醒过来一次，出虫洞时会有些颠簸，那时候会对你造成不小的干扰。萧炎微微一笑，视线再度转回那3缕细小火焰，脸色也是逐渐变得凝重。能否将弄焰诀修炼成功，便是取决于他那毁灭火莲能否继续施展，这可是萧炎的大杀器，若是因此便失去了效果，损失也的确是太大了点。融合，轻吐了一口气，萧炎眼眸再度缓缓闭上，而指尖处的3缕细小兽火也是嗖的一声钻进其身体之内，心神沉入体内，在那一团碧绿火焰之中，3缕细小的兽火四处游动，不过在靠近到琉璃莲心火一段距离后，便是会受惊般的退开。在异火面前，寻常兽火就犹如臣民见到君王一般，极其的畏惧。萧炎心神紧紧地注视着这3缕经过20天时间不眠不休方才锤炼而出的兽火，半晌后终于是下定了决心，一道命令由心中散发而出。随着这道命令的传出，一股无形巨力立刻涌出，将3缕兽火紧紧握住，然后狠狠地撞击在一起。砰！3种兽火相碰，彼此间顿时抗拒力爆发而出，一股3色火浪扩散开来。不过在与周围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碧绿火焰接触到一起时，方才缓缓被琉璃莲心火给抵御而下。对于这爆发而起的火焰，萧炎并未在意，心神一动，巨力生生地将3缕兽火强行糅合在一起。3种火焰被强行压缩在一起，抗拒力顿时大增，原本平和的火焰表面犹如沸腾了起来一般，不断地翻腾着无数细小的气泡，那般模样就犹如即将要爆炸一般。火焰的这般巨变并未令得萧炎如何变色，想当年他在创造佛怒火莲时，那才是真正的惊心动魄，稍有半点差错，他便是得葬生在那场异火融合之中。与当年那一幕比起来，现在的这3种兽火也仅仅只是小儿科而已。不过虽然是小儿科，但毕竟是修炼弄焰诀的必经步骤，因此萧炎自然也是要全力以赴。有过当年融合异火的经验，这次的融合，萧炎也并非显得手忙脚忙，灵魂力量闪电般的侵入糅合在一起的火焰之内。灵魂力量一进入火焰之中，便是感受到其中弥漫的那种狂暴，就犹如火山即将喷发之前的暴动一般。3种火焰彼此抗拒，每次火焰分子的对碰都将会令得火焰之中的狂暴更胜一分，按照这样下去，爆发似乎是迟早的事情。感受着火焰内的那种火山喷发前的预兆，萧炎心头也是逐渐凝重，心神一动，那包裹在外围的碧绿火焰猛地收缩，而随着其收缩，其中的压缩力也是陡然暴涨。伴随着那股压缩力的迅猛暴涨，那火焰之内的狂暴之力更是成倍翻涨，眼看就将爆发而开，但萧炎居然依旧是没有减弱压力的表示。砰！在那越来越恐怖的压力之下，强行糅合在一起的火焰终于是抵御不住，一声闷响，犹如那喷发的火山般轰然爆裂而开。火焰爆裂，强猛的火浪呈涟漪般的四下扩散，然后重重地撞击在四周的琉璃莲心火上，那股狂猛冲击力令得琉璃莲心火都是出现了剧烈的震荡，狂猛的力道尽数倾泻在琉璃莲心火之上。不过好在萧炎早有准备，因此并未让得这股冲力扩散而开，不然的话，即便以其现在的身体强度，遭受这么一次冲击也是会吃一些苦头。不过虽说将火焰爆裂的力道抵御了下来，但这次的融合似乎是并不怎么成功。碧绿火焰之内，3缕火焰已经尽数消散，飘散在其中的是3缕极为细小的火苗，这3簇火苗极为的微小，忽闪忽闪的模样就犹如一吹就会熄灭一般。此刻的3缕火苗隐隐间似乎在这次爆炸中失去了兽火之内所隐藏的那份狂野，飘荡间犹如烛火。望着这3缕一吹便是会熄灭的火苗，萧炎心中却是轻轻地松了一口气，旋即一声低笑，
心神一动，三缕火苗居然是再度飘飘荡荡，然后互相接触。这一次的接触并没有再爆发先前那般的剧烈反应，在萧炎灵魂力量暗中的操控下，三缕火苗安静地被揉在一起，然后在外界萧炎特意所制造而出的一种极为巧妙的压力下，三缕火苗之内的火焰分子居然有着开始融合的趋势。这种迹象虽然极为细小，但却依旧是被萧炎的灵魂力量察觉，当下心头也是涌现一抹欣喜之意，旋即稳定心神，保持着这种特定的压力，徐徐地将三缕火苗逐渐地彻底融合。这种融合也同样并非是一日之功，这是一个精妙的活计，需要长时间保持那种稳定的压力，并且还需要灵魂力量彻底地掌控火焰之内的任何细微变化。不过以萧炎的能力，这些步骤大都是能够完美完成，一切都只待时间流过。在萧炎沉入心神融合三种兽火间，时间一天天的度过，一眨眼便是将近9天时间过去。而经过将近29天时间的穿行，空间船距那虫洞尽头也是越来越近。灵燕盘坐在船头，惯性般的在船头的灌入一股斗气，然后揉了揉额头，脸庞上隐隐透着一分疲惫。将近1个月的操控，虽说对斗气的消耗不是很大，但却极耗心神。还有1天时间便是能够出虫洞了，这家伙居然还没好吗？灵燕望了一眼船舱中的萧炎，然后看了看四周那些同样因为即将抵达目的而显得格外兴奋的空间船，不由得苦笑了一声。这一次他好像给萧炎当了1个月的船夫了。再出空间虫洞时会有剧烈的空间波动，到时候萧炎肯定会被干扰，这种情况若是引得体内斗气动乱，那可不是小事。灵燕沉吟了片刻，旋即一声轻叹，算了，若是在出虫洞之前他还不醒来的话，也只能强行将其叫醒了。打定了主意，灵燕也是赶忙提起精神，操控着空间船保持着稳定的速度，化为一道流光，对着那空间虫洞尽头迅速掠去。1天时间并不长，然而这期间萧炎却依旧是没有苏醒的迹象，这令得灵燕脸庞上也是不由得开始出现一些急躁之色。他能够清楚地感觉到这里的空间能量开始变得浓郁起来，显然距离虫洞出口也是越来越近了。目光远眺，隐隐间能够看见一个散发着银芒的圆形光圈。灵燕偏头看了一眼船舱中的萧炎，终于是一咬牙站起身来，对着他快步而去。走进船舱，灵燕手掌迅速对着萧炎肩膀拍去，然而就在其手掌即将落在其肩膀上时，一股碧绿火焰几乎是闪电般的自萧炎体内爆射而出，直掠灵燕。见状，灵燕脸色一变，她能够感受到那碧绿火焰之内蕴含的可怕能量，当下身形一动，那丑陋的身法急忙施展而出，将那道碧绿火焰躲避开去。刚刚避开火焰，灵燕还来不及松口气，背后热风便是陡然袭来，她惊恐地偏过头，一道碧绿火焰却是在眼瞳之中急速放大。如此近距离，即便是灵燕有着那怪异身法之助，也是难以闪避而开，因此居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道火焰对着自己身体爆射而来。叮！不过幸好，就在那碧绿火焰即将射到灵燕身体之上时，一道轻声却是突然在船舱之中响起，旋即那道火焰便是极为乖觉地立刻顿下。不过那炽热的温度依旧是令得灵燕后背心泛起一股灼痛之感，当下急忙跳开。跳到一旁，灵燕心有余悸地看了一眼那碧绿火焰，这才转回目光，望着那不知何时睁开双眼的萧炎，一声苦笑：“你这家伙总算是醒过来了。”萧炎冲着灵燕微笑着点了点头，伸手将碧绿火焰收入体内，手指轻轻一搓，一缕苍白如骨般的火苗噗的一声悄然窜出。这缕苍白色的火苗正是经过3种兽火成功融合后的产物，也将是新一代化生火的火种。日后萧炎能否施展毁灭火莲，就得看这小东西了。满意的目光缓缓从苍白火苗上收回，萧炎将之收入体内，这才站起身来，走出船舱，目光望向不远处的那巨大银色光圈，不由得微微一笑。丹玉3000焰炎火，我来了。